朋友们好，今天是3月23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东航坠机的进展呢，目前仍然是中国大陆最受关注的新闻。我们今天呢会先来和大家更新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热点话题，然后呢再继续和大家来讨论一下乌克兰保卫战的一些情况。现在乌克兰的战局它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就是它出现了一些可能导致战争突然升级的一些迹象。这个使得很多人呢都在开始担忧，就是大众一直在热议的那个第3次世界大战是否真的会爆发、会兑现呢？关于东航空难最新的一个情况呢，是济南时报有披露了一份录音文件。这份文件呢，它就显示东航 MU5735呢，在坠毁发生之前，至少有地面空管，还有附近的这个海航、南航与上航等其他的3个航班机组的成员，都曾经以接力的方式来呼叫这个东航客机，但是呢，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在上次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有讨论过了，就说东航的那个 ADS-B 系统呢，它在飞机整个坠落的期间，其实一直都有在发送信号的，这个就说明了这个飞机上面并没有出现断电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飞机的通讯系统它应该是处于正常工作的状态。而从这个飞机的高度变化看呢，这个机组成员是有人曾经做出了一个短暂的想要挽救飞机的这样一个操作的。但是为什么在驾驶舱里面的3个飞行员在整个坠毁的过程之中都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一点回应呢？这个就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疑团。那么第2个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黑匣子呢，它已经被找到了。在这个官方举行的第2场新闻发布会上呢，当局是宣布说，坠毁的这航班上面的其中的一个黑匣子呢，在今天已经被发现。那么据报道呢，就说这个黑匣子它的破损严重，目前呢已经初步判定它是驾驶舱的那个话音记录器，就是叫做 CVR 的。而搜索人员呢，目前正在全力的搜寻另外一个黑匣子，叫做数据记录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 FDR。这个波音737-800型号的客机它是标配是有2个黑匣子的。这个数据记录器 FDR 呢，它是安装在客舱的尾部，也就是说，在发动机启动的时候呢，它就开始记录数据；发动机停车以后呢，它会停止记录。那么它可以干什么呢？它主要是记录这个飞机的高度、速度、航向、俯仰角、滚转角以及机组人员的这种驾驶盘的干量，还有油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数据了，它非常的详尽。这个黑匣子呢，它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飞机是否有发生这个机械故障，是什么样的故障等等。那么另外一个驾驶舱的话音记录器，也就是 CVR， 它呢是安装在这个货舱的尾部。它在飞机通电的时候呢就开始记录，那么在断电以后才会停止记录。那么这个黑匣子呢，它主要是负责记录机长、副驾驶、还有备用通道以及环境声音这么4个通道的声音。它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个驾驶舱和这个机舱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黑匣子的搜寻进展呢，相对是顺利的，但是呢，它并不一定代表我们很快就能够知道这个坠机的真相。在本次发布会上这个民航事故调查中心的主任叫做毛延峰的，他呢是有正式的确认了2个事实。第一呢，就说飞机失事的时候呢，这条航路上面的天气是适航的，它没有任何危险天气。第二呢，从飞机起飞一直到这个航路突然开始下降高度之前，整个机组成员与空管单位呢都是保持着正常的通信联系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它至少就告诉了我们一点，就是官方承认这个飞机呢，它是在一种飞行状态一切良好、非常正常的情况之下，突如其来的发生了某种毫无预料的严重问题，然后就急速的坠毁。为什么我们说即便是找到了黑匣子，也不一定能让大众就得知真相呢？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发布会上的另外一个热点事件了。在这次发布会上有一位路透社的记者，他用很清晰的中文，一口气就提了一系列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说这架飞机的维修记录是怎么样的呢？近期维修方面有发现任何问题吗？飞行员的飞行小时数的记录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天气是什么样的呢？空难发生前，机组有无和空管进行联系呢？有联系的话，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呢？这个飞机在坠落之前，飞机的基本能否完整？最后是这个USNTSB， 就是美国的一家机构嘛，这个是属于这家机构的调查者，他有被提名，中方会不会邀请他们来协助中方的调查？我们其实如果要从媒体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他提得非常的专业了。每个问题可以说都是大众最关注、最想知道答案的。尤其是这个飞机在坠落期间，这个机组人员与地面空管之间的通话的情况，还有这个飞机坠落的形状，它是否完整，可以说是更为关键的。但是呢，出人意料的是东航云南公司的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叫做孙世英的，他在回答的时候呢，仅仅以一句话就完事儿了。他说，当时飞机是在平飞巡航阶段，我们正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目前航空运力充足，安排的检查也包括临时性、预防性措施，我们正在按照民航安全管理规定有序开展工作。其实当时无论是在现场看的，还是在看这个网络直播的，可以说每个人都对这种回答是错愕不已，因为这完全就是答非所问嘛。而且这个画面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孙世英他完全就是拿着一个习近平式的小本本在读稿呢。很显然，这个是属于秘书呢早就给他准备好的一个万金油式的回答，他和记者提的什么问题根本就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孙世英他的这个表现呢，当然是毫不意外的在网络就迅速的走红了，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最起码的智商在线或者说是情商在线的人，都会知道，像这个天气情况和飞行员的飞行小时数等等这些问题，它并不是什么敏感问题，对吧？它早就已经被媒体是广泛的报道的。还有像机组与空管对话等等这些问题，这个调查组呢也是肯定早就掌握了的。即使你说不方便我们现在就立即公开，那么你也可以明确的就是予以一个解释嘛，就说你说因为黑匣子这个数据还在分析之中，那我们难以现在就给出一个定论等等。大众对此呢并不是说就不能够接受、不能理解，对吧？现在我们看到大众舆论对孙世英的这个答非所问普遍的非常失望，就是认为他的回答呢非常不专业，有损大众对东航公司的这种信赖。其实呢，我倒认为孙世英他的这种不专业是一点不意外的，因为在中共体制之内这种外行当领导，而且是当了最高领导，可以说几乎就是党内的一个规定动作。这些满脑肥肠的人呢，他对如何搞政治如何捞钱、如何整人，可以说都是高手，是了若指掌的。但是你要让他哪怕说出几个本行业的基本的专业名词是什么意思，那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就是难如登天了。那么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说孙世英他的这个答非所问，他更多的原因恐怕还不是说一个简单的不专业的问题，而是他是有意的选择了答非所问，来回避所有与这个坠毁相关的细节问题。为什么他连这个媒体都已经公开报道的像天气这些问题他都不愿意去回答呢？说白了很简单，就是他要最大限度的与这个事件来进行切割，所以他不想在记者会上说出任何一句结论式的话来。这当然就是非常狡猾的了，而且这种狡猾它只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调查组内部目前对如何来解释这个飞机急速坠毁的诸多环节还没有能够统一好口径，所以他就只能是一概的回避。这个调查才刚刚开始，大家看到了吗？他们就已经在为下一步去如何撒谎预留出足够大的一个模糊空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即便是找到了黑匣子，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真相的原因。当然了，唯一的值得乐观一点的消息也是有的。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中方呢已经按照惯例有邀请了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来参与这次坠机调查。那么尽管这个调查它仍然是由中共这一方来主导，但是美国它作为利益相关方吧，也许它还是能够让我们多少听到一点不同的声音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乌克兰战局的这个变化。对于乌克兰来说呢，这个变化呢，它既有利好的一面，也有战争可能升级的危险的一面。这个首当其冲的变化呢，它就是来自于乌克兰军方的反攻。就在昨天呢，乌克兰的国防部就有公开的证实说，乌军经过激战呢，已经是收复了首都基辅近郊的马卡里夫和伊尔平这2个市镇。与此同时呢，乌军还在哈尔科夫的东南大约120公里的城市叫做19姆的，还有以及在南部的城市赫尔松附近的地区，又发动了一波反攻的攻势。这个美国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叫做约翰科比的，他在昨天晚上是证实了这一点。他就公开的说，我们看到有迹象显示乌克兰方面现在采取的攻势是更多了一点，特别是在赫尔松附近的南部地区，他们已经在试图收复领土。而这个网络上啊，正在热传的一张来自于布查市议会的截图，还有其他的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呢，它是显得更为的乐观。就是说，俄军在基辅附近的像布查、伊尔平，还有这个叫做霍斯托梅尔地区等等这些的俄军呢，就是他们的后勤供应都已经被切断了，而且呢，同时他们也都被分割包围了。乌军呢是有望打一场开战以来的首次的歼灭战。那么与此同时呢，在网络上还热传了一段据说是被截获的俄军通讯的录音，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证实，就是俄军现在呢正在陷入一个更大的困境。这一段录音通话呢，它是发生在米克拉耶夫这个地方附近，是一位俄军的军官啊，在给他的上级汇报的时候打电话说，他们当前的这种处境比在当年这个车臣战争的时候还要糟糕，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员都被冻伤了，很多同伴的尸体呢都无法处理，也没有足够的帐篷，而更糟糕的是，俄军战机呢还在他们自己的阵地上去投下了一枚炸弹。如果这些信息它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目前的俄乌谈判呢，恐怕它就是很难看到一个成果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在乌克兰的战局出现了一种逆转的苗头的时候，普京啊，他本来就不多的筹码，同时还在不断的缩水的这种情况之下，你换了任何人坐在泽连斯基他的那个位置上啊，他都不太可能说答应割让这个克里米亚和乌东2州的这种要求，对吧？他说不定啊还在说希望要乘胜追击，收复失地呢。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战争可能升级的迹象之一。因为普京啊，他要是一旦发现自己有可能连想要体面退场的那6点要求都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加大战争的赌注，来挽回自己在谈判桌上的这种地位。就在昨天，美国以及北约呢都有官员匿名的向媒体开始披露说，这个白俄罗斯这个国家呢是越来越有可能会成为加入战争的第三方。这个相关报道就说啊，一名白俄罗斯的反对派的这个消息人士就表示说，白俄罗斯有多达数千人的作战部队已经准备好，可能最快啊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就要进入到乌克兰进行部署了。那么虽然这个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说，目前暂时还没有看到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说白俄罗斯会直接的参战，但是呢，乌克兰的前总参谋长还有乌克兰的安全局的一个官员都有表示说，白俄罗斯参战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高。那么我们就客观的说啊，说白俄罗斯它即便是真的有派遣了那么几千人去参战，其实它对整个战争军事实力双方的对比以及战争态势的改变，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它对地缘政治的影响可以说却是非常大的。
因为呢，这个动作呢，它就标志着战争啊，它不再是局限于俄乌这双方了。一旦有了第三方参战，并且是越陷越深，那么它最终影响甚至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战场态势的时候啊，力挺乌克兰的那几个邻国，大家想一想，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他们是不是也会要考虑自己要派兵参战呢？这就必然会带来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说至少是欧洲大战，它会就这样被引爆吗？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战争啊，打到现在，它早就已经超出了普京所谓的那个特别军事行动的范畴了，对吧？而是成为一场地地道道的全面的侵略战争。那么这个也让波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像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等这些曾经都被苏联控制过的国家，得出了一个几乎是毫不怀疑的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如果说乌克兰要是输掉了这场战争，它被俄罗斯所占领，那么下一个极有可能就是要轮到自己。所以呢，如果白俄罗斯要是正式的参战，它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战争性质发生了改变，就是你一旦有了第三方加入，它就很容易会出现第四方也加入，单挑呢，它就会迅速的变成一个打群架，从而它真的有可能最终就演变成为一场世界大战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关于普京可能会使用化学武器，甚至说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呢，它就比较耐人寻味了。前天拜登啊，他在一场这个企业的圆桌会议上就公开表示说，俄国对乌克兰拥有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指控是一种假旗行动。他说的假旗行动的意思就是栽赃陷害。那么这个是恰恰说明了普京正在考虑要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使用这类武器。那么在今天呢，拜登啊，他是在即将启程前往欧洲，去与北约和七国集团以及欧盟的领导人举行峰会之际呢，他是再度的又发出了这个警告，并说这个会是一个真正的威胁。那么拜登这次访欧呢，他主要的议题就是要和盟友去进行协商，有可能啊，他会对俄罗斯宣布新一轮的一个集体的制裁，并且要求结束战争。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将是对普京的又一轮的强烈的刺激了，对吧？而普京做出的反应呢，他一方面呢是公开的宣布说，所有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不友好国家都必须使用卢布来进行结算，而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公开的表态说，不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这个天然气它是普京当前最有力的一个能源武器之一。因为欧洲的天然气，它进口的40%都是来自于俄国，而且呢，绝大部分呢，它都是来自于这个普京嘴里的不友好国家了。所以可以说，这种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普京他打出这张牌呢，固然可以说是一种捆绑战术嘛，就是说你们想要打击我的卢布，那么你们就得自己跟着也割肉吧，就这个意思了。那么这样的打法，它固然在一段时间之内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呢，我们从长远来看啊，它反而有可能会促使相关的国家加快摆脱依赖俄国的这种进程。就目前而言，我们看到欧洲啊，它已经进入春季了，对吧？它对天然气的需求量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而美国这边呢，也有加大了天然气的对欧洲的出口。要按照这个美国官方公布的1月份的数据啊，美国出口到欧洲的天然气已经达到了有430万吨。那么相比之下呢，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1月份向欧盟出口的天然气有多少呢？是580万吨左右，同比它其实已经减少了40%左右了。也就是说，我们单单从1月份的这个数据来看呢，美国出口的天然气呢，它已经可以弥补来自于俄罗斯的进口量的大约是占到7到8成了。当然，说美国是否能够一直都保证可以稳定的出口这么大的量去这个供应给欧洲呢，还很难说。但是呢，这个它也确实是说明了普京的这颗能源炸弹呢，它的杀伤力呢，并没有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大。
而且对他来说，这个基本可以说就是对抗国际社会金融经济战之中的最后的一张底牌了。一旦这张牌要是失效，那么俄国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大一号的朝鲜，普京他也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体型小一号的金三胖了，就是去过那种自己关起门来在家里玩这个核弹的日子了。昨天呢，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叫做佩斯科夫的，他有接受美国 CNN 的访问。他在被问及普京会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核武器的时候呢，这个佩斯科夫就回答说，如果他对我国构成生存威胁，那么就会使用。与此同时呢，这个佩斯科夫他还罕见地承认说，俄军呢目前尚未实现其在乌克兰的任何的军事目标，但是俄国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将严格按照计划和目标去执行等等。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普京他真的会失去理智走到这一步吗？毕竟呢，这个佩斯科夫的话呢，它反映出来就是俄国动用核武器的标准它非常的模糊，对吧？因为构成生存威胁这种指控呢，它可以说是对方发射了这个核弹攻击，它也可以被解释为这是切断了俄国的能源收入，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什么制裁。总之呢，这个定义权呢，它是掌握在普京的手中的，而且因为目前俄国尚未实现任何的军事目标嘛，他们自己都承认了嘛，这其实也就是等于承认了普京目前手中并没有一个像样的筹码。此外呢，我们还看到就是俄军他现在已经有使用了温压弹来进行轰炸，而且据这个伊尔平市长叫做马库辛的，他就公开指控说，这个俄军已经在昨天晚上有使用了白磷弹来袭击这个在基辅的一些卫星城镇，而这种武器呢，它是日内瓦的公约严禁对平民去使用的武器。也就是说呢，俄军呢，他在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问题上呢，已经有开始打一些擦边球的迹象，或者说开始制造一些模糊地带的迹象了。尽管如此呢，我个人还是依然觉得，在目前这种条件之下，你要说俄军就直接的去动用化学武器或者说是核武器的可能性，它仍然是非常低的。它更像是把这种保持一个模糊态度本身作为了一种筹码来使用。就是说，对普京来说，他一直到现在呢，他都在坚持在口头声称说这是不针对平民的一个特别军事行动。他为什么一直要这么说呢？就是他想要为自己保留最后的那么一点合法性。如果说他要是真的最终丧失了理智，去使用了像化学武器，或者说是像有的专家所猜测的那样，他去使用了哪怕是战术核武器，这个都会意味着普京他最表面的这个借口都彻底的丧失所有的合法性。万事我们知道它都是利弊相随的，有利有弊，相辅相成的，对吧？动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呢，它固然有可能让你赢得战场上的主动，但是呢，你把事情做到了绝处，那么对手也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顾忌，同样是会痛下杀手。要知道，北约它同样也是一个核大国组成的参与的集团，对吧？而且呢，普京他一旦对乌克兰有动用核武器，他就将要触发乌克兰与中共所签订的那个核保护条约。这个不就等于是把习近平直接放到火山口上去烧烤了吗？习近平他会为了支持普京而撸起袖子卷入一场核大战吗？我说真的，我不认为他会有这么的疯狂。他甚至有可能反而会借这种突破底线的行为他会立马的就与俄罗斯切割，就是甩掉这个已经从战略屏障变质成为了一个战略包袱的负资产。也就是说呢，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爆发3次世界大战或者说爆发核大战的风险呢，我们看到现在它的确是有少许的升高，但是就目前而言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比较乐观的一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